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可爱又简单的雏菊泡芙花。对于新手朋友而言，是一个不错的练习项目，可以为它加上一些珍珠或者是流苏，让它成为一个吊饰，或是做成发夹、别针都很合适。让我们开始我们的钩织旅程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工具上使用了 3.0 的钩针，或者你也可以使用任何柔软蓬松的线材，并使用对应型号的钩针。另外我准备了8毫米的人造珍珠作为它的花心，这个部分可以自由选择。其他工具使用到了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首先我们将毛线在左手绕线环起，我们可以将起始的线头留大概5公分，以方便我钩织结束时使用它来串珍珠。接着钩针从圈里面带出线来，钩织1个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在圈里钩织8个短针。我在第1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钩织剩下的7个短针。第1圈8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将这个引拔针收紧一点，以避免它跟其他短针针目混淆。接着第2圈，我们将钩针上的线圈拉大一点，长度大概是2个针目。接着钩针绕线，绕线之后用手指固定绕在钩针上的线圈。接着钩针穿进第1个针目，再带出线来。这样是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。接着同样的动作再执行3次。此时钩针上有9个线圈，接着再次挂线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4中长针的泡芙针。接着再1个锁针，将这些线圈固定住，这样就完成一个花瓣。我在第1个花瓣上的锁针放上记号扣，之后继续在每个针目里钩织括号里的内容，一个4中长针的泡芙针加1个锁针。在钩针绕线的时候，手指固定住钩针上的线圈，再进行绕线，尽量让这些线圈的高度一致。而如果想要让花瓣更饱满一点，也可以将4中长针的泡芙针改成5中长针的泡芙针。第8个花瓣钩完，引拔在第1个泡芙针的锁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此时花朵如果内凹，我们可以将它往外翻。接着第3圈，我们仍然将起始的线圈拉长，长度大概到下一个花瓣。接着钩针绕线，
穿到起始针目右方2个花瓣之间的空间里，再挂线勾出。同样的动作再执行2次。再挂线一次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3中长针的泡芙针。接着再引拔到下一个花瓣之间的空间。我们可以将这个引拔针收紧一点。接着下一个3中长针的泡芙针，一样将起始线圈拉长，穿进下方花瓣之间的空间，钩织一个3中长针的泡芙针，再引拔到下个花瓣之间的空间，直到钩完这一圈。第3圈完成8个3中长针的泡芙针。第3圈结束，引拔到起始的锁针空间之后，接着就可以断线。我们可以利用钩针将断线后的线头引到花瓣后方，这样这个雏菊泡芙花就完成啦。最后我选择在它的花心装饰一个珍珠。我们可以利用钩织时起始的线头，利用缝针将线头从花朵的中心穿到花朵的正面，接着再穿进珍珠，再从中心将线头穿回花朵后方。我们可以将花朵的起始与结尾的线头打个结，固定住中心的珍珠，或者是使用接着剂将珍珠粘在花心也可以。这样这个雏菊泡芙花就完成啦。不知不觉就为了它购置了很多种颜色。你可以将它做成发夹、别针或者是织物上的装饰，也可以让它成为一个吊饰，购织2个第1圈到第2圈的织片，最后再将它合并购织第3圈。第3圈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，在任意2个花瓣之间重新引线之后，购织一个锁针用以固定线头，接着购织第3圈，让这朵迷人的小花创造出独特的风格。第3圈结束，继续为它购置一条锁针链作为吊绳。锁针链钩织到所需长度之后，引拔到原来的位置，接着断线藏好线头。最后你可以选择为它加上流苏，这样这个雏菊泡芙花吊饰就完成啦。包包悬挂着这个吊饰，像是一朵盛开的花，带来了活力与春天的气息。你还会拿它做什么运用呢？记得在下方留言处告诉艾芙琳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